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改变无数家庭育儿观念的经典之作《孩子你慢慢来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华语世界著名的作家龙应台，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孩子成长、家庭教育以及亲子关系的动人画卷。龙应台这位被誉为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支笔的作家，不仅在文学领域享有盛誉，更在教育和社会评论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。他的作品总是能够引发读者深刻的思考，而孩子你慢慢来，正是这样一本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的书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目标追赶着，似乎一切都必须快速、高效。然而，龙应台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：我们是否给了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时间，去慢慢成长，去发现自我？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孩子的成长，更关乎我们作为父母和教育者的心态和方式。让我先与大家分享一个名人事迹。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，每个人都是天才，但如果你以爬树的能力来评价一条鱼，他将终其一生以为自己愚蠢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成长节奏和天赋，而我们作为父母和教育者，需要做的不是急于将他们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，而是要尊重他们的个性，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支持。那么，孩子你慢慢来，究竟如何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呢？接下来，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解读书中的核心理念和重要习惯。一、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。龙应台在书中反复强调，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缓慢而自然的过程，我们不能以成人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进步，而应该尊重他们的成长节奏。根据发展心理学理论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发展里程碑，这些里程碑的达成时间因人而异，过于急切的推动孩子，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焦虑和挫败感。一、观察与倾听。每天花一些时间观察孩子的行为，倾听他们的想法，了解他们的兴趣和需求。二、设定合理期望。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，设定合理的期望，避免不切实际的目标。三、鼓励与支持。当孩子遇到困难时，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，而不是批评和指责。龙应台在书中提到，他的大儿子安德烈在小学时成绩并不突出，但他并没有因此焦虑，而是耐心地陪伴他，鼓励他。最终，安德烈在中学阶段逐渐展现出他的才华和潜力，这正是尊重孩子成长节奏的最好例证。二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。龙应台认为，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。只有当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时，他们才能在未来的生活中游刃有余。自我决定理论指出，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：自主性、胜任感和归属感。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，个体的内在动机和幸福感会显著提高。一、赋予责任。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，赋予他们适当的责任，例如整理房间、照顾宠物等。二、鼓励决策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鼓励孩子参与决策，例如选择衣服、安排周末活动等。三、提供支持。当孩子遇到困难时，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，但不要代替他们做决定。龙应台在书中描述了他如何让孩子们参与家庭事务，例如一起做饭、一起做家务等。通过这些活动，孩子们不仅学会了独立生活的能力，还增强了家庭归属感。三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。龙应台强调，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一个充满爱、理解和尊重的家庭环境，能够为孩子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持和安全感。依恋理论指出，早期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情感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安全型依恋的孩子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以表达爱意。经常向孩子表达爱意，例如拥抱、亲吻、说我爱你等。二、积极沟通。保持开放、诚实的沟通，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，尊重他们的意见。三、解决冲突。当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时，采用积极、建设性的方式解决，避免使用暴力或冷暴力。龙应台在书中分享了她与丈夫如何通过共同阅读、讨论书籍来增进彼此的理解和感情。这种积极的互动方式不仅丰富了家庭生活，还为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四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成功与失败。龙应台认为，成功与失败是人生的一部分，如何看待他们，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。我们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看待成功与失败，培养他们的抗挫折能力和积极心态。认知行为理论指出，个体的认知方式对情绪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。通过改变不合理的认知，可以有效改善情绪和行为。以设定多元化的成功标准，鼓励孩子追求多元化的成功，例如个人成长、人际关系、社会贡献等。
而不仅仅是学业成绩或职业成就。2. 鼓励尝试与冒险，鼓励孩子尝试新事物，勇于冒险，即使失败了，也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勇气。3. 提供情感支持，当孩子遭遇失败时，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，帮助他们分析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。龙应台在书中提到，他的大儿子安德烈在一次重要的考试中失利，但他并没有责备他，而是与他一起分析原因，鼓励他继续努力。最终，安德烈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这正是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的成功案例。5.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，龙应台在书中多次强调阅读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阅读不仅能够拓宽孩子的知识面，还能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、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阅读心理学研究表明，阅读能够促进大脑发育，提高认知能力，增强情感体验和同理心。营造阅读环境，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、舒适的阅读环境，提供丰富的书籍和阅读材料。2. 亲子共读，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与孩子一起阅读，分享读书心得，讨论书中的内容。3. 鼓励自主阅读，鼓励孩子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进行阅读，培养他们的自主阅读能力。龙应台在书中描述了他与孩子们一起阅读的美好时光。通过阅读，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知识，还增进了亲子关系。这正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好例证。通过以上对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的解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龙应台以他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育儿理念。他告诉我们，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缓慢而自然的过程，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个性，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支持。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，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育儿视角，更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方式。它提醒我们，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，更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、情感管理能力和积极心态。希望我们每一位父母都能像龙应台一样，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和关爱，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下慢慢成长，慢慢绽放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这本书能为你和孩子带来新的启示和改变。